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种一种营养成分非常特殊的菜——甜菜根。由于甜菜根含有其他蔬菜所没有的特殊营养成分，那为了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呢，喜欢种植的朋友非常有必要在家里种上几棵。这是我育的甜菜根苗，甜菜根呢是可以用种子直接播种的。由于我的小菜筐没有地方，所以呢我就用花盆提前育苗。甜菜根的种子非常容易发芽，而且发芽率又高，发芽速度又快，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呢，甜菜根育苗没有任何难度。这么大的苗其实已经可以移栽了，所以这几天呢我要抓紧时间给它们腾出一些地方来。一转眼呢，就10天过去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几个空的位置，像在墙边、角落里，甚至呢是辣椒苗下。虽然种植条件不是特别理想，不过呢，终于可以移栽了。甜菜根苗的颜色明显比原先要深很多，红很多。如果再不抓紧移栽，这些苗就要老了，会直接影响到以后甜菜根的质量。不管是什么蔬菜，我们在移苗分苗之前都要浇透水。这次移苗我移得晚了些，它们的根系已经非常发达了。如果大家有地方呢，甜菜根是非常适合用种子直接播种的。甜菜根的生长周期较长，一般要3个月以上，如果天气暖和些呢，也要2个半月。所以我就把它们种在小菜筐的角落里，这样呢不占地方，中间呢还可以种一些生长周期短的绿叶蔬菜。甜菜根其实对土壤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，只要不是强酸性土壤，它都可以生长。当然，如果土壤疏松、有机质高，会更有利于它根茎的膨大。所以我又在墙边找了一个空的位置。这里的土呢有点结块，我加了一些干草，又加了2把羊粪，也种上了2棵。1个月后，小苗也已经长大了，而且这个地方我很少管，也很少浇水。甜菜根很耐旱，少浇点水呢，最多是叶片长得小一点，根茎呢膨大的晚一些。长期湿润的地，时间长了，甜菜根反而容易生病。种在小菜筐里的，由于土壤疏松、肥料足，比种在墙边的要大许多，也健康许多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掰甜菜根的叶子吃了。甜菜根的叶子太多呢，也不利于它根茎的膨大。至于怎样做甜菜根更好吃，让全家都能接受呢？我会在下期视频向大家分享。甜菜根耐旱不耐热，喜欢昼夜温差大的凉爽气候。气温在10度以上、30度以下都能生长，在15度左右呢，它的根茎膨大的最快。所以我们呢会在春天、秋天和冬天3个季节来种甜菜根。只是在冬天，由于气温低，甜菜根长得很慢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为它积累了更多的糖分。所以冬天的甜菜根和其他季节相比，口感会更好一些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甜菜根的强大食疗功效。我们为什么要种甜菜根呢？只要我们在网上搜索一下甜菜根的功效，就会发现甜菜根的功效实在是太强大了。从我们熟知的补血养颜到抗氧化、消炎、消各种炎症、稳定血压、保持大脑的活力、提升体力、清肠养胃，甚至呢还可以预防癌症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一种食材都有它的食疗功效，而且很多功效都是相同的，像抗氧化、养胃、补铁、补钙，很多蔬菜也有这种功效。我种甜菜根最主要是为了它含有的3种非常特殊的营养元素：甜菜红素、甜菜碱和硼。
甜菜红素是一种超强的抗氧化物，它不仅能够减缓细胞的氧化作用，也被证实呢具有缓解慢性炎症的功效。这就是为什么甜菜根有抗氧化和消炎的作用。除了甜菜根以外呢，像红心的火龙果和其他的一些红色、紫色的蔬果呢，都含有甜菜红素，都可以抗氧化。所以适当的吃一些紫色、红色的蔬果，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大有好处的。这些叶子呢非常新鲜，千万不要扔，只要处理好了呢，就一点没有那种铁的味道，而且非常好吃。下期视频呢，我会向大家分享怎样做甜菜根和甜菜根的叶子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说说甜菜碱。甜菜碱的功效呢和甜菜红素不一样，甜菜红素呢是抗氧化，而甜菜碱呢它有抗肿瘤、降血压，而且可以抗消化性溃疡，所以呢它能养胃。除了这些功效呢，在化妆品中它主要做保湿剂来使用，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保湿的功效，而且呢能够恢复受损皮肤。所以甜菜根能够美容养颜。除了甜菜根之外呢，我们熟悉的枸杞也含有甜菜碱。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，甜菜根含的比较多的呢，就是硼。硼对我们的骨骼健康非常非常重要。硼的缺乏会加重维生素 D 的缺乏，所以硼呢能够防止钙质流失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增加骨密度，还可以预防关节炎，强化肌肉，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。除了甜菜根，硼还大量集中于葡萄干和各类坚果中。所以为了我们家人的健康，我们的食材呢要尽量多样化，不要一直盯着几样吃，尽量什么都吃一点。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虽然知道甜菜根的特殊功效，但是就是不喜欢吃。因为它的味道和牛皮菜很像，牛皮菜呢是叶用甜菜，我们吃它的叶子，而甜菜根呢我们吃它的根茎。它们呢都有一种铁的味道，而且叶子呢质感都比较硬，如果处理不好、做不好，口感很差，很难吃。今天我一次性把院子里角角落落的甜菜根都收获了，然后呢一起来处理并储存起来。在下期视频呢，我还会向大家介绍几种非常简单，家庭成员呢基本上都能接受的甜菜根的做法。如果您看了今天的视频，开始对甜菜根感兴趣，那么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继续关注下期视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